认识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句镌刻在美国德州大学行政大楼上的话，曾经激励了多少学子努力读书，累积知识，以其能寻到真理，得享真正的自由。但真理是什么？从刚刚廖树涛弟兄和李天喜弟兄的见证，我们可以看见，真理不是理性思辨所累积的知识或人生哲理，真理也不是实证主义所发现的科学定律或客观事实。当然，真理更不是突破性的科技研发成果，因为他们的见证已经显示，知识的累积、学位的取得，甚至某种人生哲理的领悟，不过是使人更加盲目的自大与狂傲，而突破性的研发成果却使人陷入了贪婪的捆绑之中。一位自豪于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人，却以道德为重担；一位梦想着要减少当代人民眼泪的人，对他自己妻子的眼泪却无法减少。这些矛盾都不禁使我们再问一次，到底真理是什么？事实上，人对于真理的追求不是从文艺复兴才开始的，乃是从人受造之后就开始了。亚当和夏娃，他们羡慕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，可惜的是，他们向神独立，在神之外去追求真理，结果他们反被谎言之父撒旦所欺骗，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。果然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似乎能知道善恶，但事实上，他们所活出的却是撒旦的性情，就如自我中心、迁怒他人、说谎、发怒，甚至杀人等等。他们真实的写照就是心中向往真理，羡慕自由，但实际上立志为善由得了他们，行出来却由不得他们。历史上，希腊哲学是最有名且最有影响力的哲学，因为古希腊人已经看见人生受到命运限制的必然性，但他们又不甘受命运的摆布，因此希腊的哲学家强调人要追求真理，才能拥有指导人生的智慧，人才得以安身立命。亚里士多德曾说，我爱我师，但我更爱真理。这句铿锵有力的话，一方面指出他对于追求真理的执着与绝对，但另一方面其实也说出他不认为他的老师们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的哲学是真理，当然他自己的哲学也还不是完全的真理。在第5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位哲学家名叫万商，他曾说出一句名言，他说真理就是到处一直并为众人所相信的。哇，这句话听起来真是有理，但是我们若深入的探究一下，我们就发现其实许多在历史上曾经是到处一直并为众人所相信的，譬如说君权神授，譬如说进化论、地球为中心说，这些理论今天其实我们都知道它不是真理了。那么到底什么是真理呢？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记载着，法利赛人和经学家，他们带着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来到耶稣这里，逼问耶稣说，摩西的律法吩咐我们，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你怎么说？他们不住的逼问耶稣，其实他们是要抓住把柄来告耶稣。他们逼问耶稣，似乎暂时打不出什么，但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他们中间就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的出去了。耶稣最后对那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接着说，我是
世界的光。跟从我的，就绝不在黑暗里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回头再整理一下，你发现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他这一句话就像一道大光，暴露了所有人里面的隐私。难怪从老到少的就一个一个的出去了。但不光是这样，耶稣成了生命的光，带着生命的能力进到了这位妇人的里面。因为这个妇人所需要的不是人不再定他的罪，而是他从今以后可以不再犯罪。耶稣紧接着又说，你们必认识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听见他话的人就反问他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被谁奴役过，你怎么说得以自由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从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，什么是真理呢？真理其实就是这位是光之神的照耀。当这位是光的神照出来，一面暴露了黑暗，一面他成了生命的光，带着生命的大能进到了人的里面，叫人得享真正的自由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另外，圣经也启示，第一，神成为肉体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第二，耶稣基督自己也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第三，圣经也启示，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因此总括的来说，我们可以说，真理就是神基督那里这神圣的三一做神圣的实际，在神的话里传输给我们，作为我们听信福音的实际，并且这个真理要成为人的真实，成为人所可以享受的实际。在刚刚的见证中，我们就看见廖弟兄的妻子原是接近崩溃的边缘，但在得救之后，心灵强健起来，喜乐起来，他的生命和生活都有了奇妙的大改变。而廖弟兄自己呢，不再以道德为重担，反而他们夫妻两人常常到处传福音做见证，真实的减少了许多人的眼泪。而李天喜弟兄，他因着得救后的喜乐和满足，那个对教授入骨的恨就渐渐的消失了，并且他还能在众人的不解与疑惑之中，喜乐的签下了放立专利的声明。各位朋友，真理不空洞，真理不是道理，它要成为我们的真实。那么你一定要问，那我如何才能得着真理呢？很简单，第一，简单相信；第二，就是呼求主名。简单相信，也就是用我们的灵来接受，而不只是用心思来明白。因为耶稣说，神就是灵，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来敬拜。所以各位朋友，转到你的最深处来接受。第二，呼求主名，因为凡呼求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主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。当你喊说，哦，主耶稣，这一位神圣的三一，三一神自己就要进到您的里面，做您的真理，做您的实际，让你来享受真正的